好耶，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本期视频的主角飞霄。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的数据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为准。有一说一，他长得真帅呀，他真好看啊。先给飞霄的定位做一个总结，他的定位是极致对单啊。目前所有的寻猎角色中，飞霄他就是最暴力的那一个。在当前版本的副本中，他的对单能力强到甚至可以在忘却之庭12层里面对群怪的时候打0T，就是因为他杀得足够快啊，所以呢对单打出了对群的效果。好的，说完了它的定位，那么正式实战开始之前，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屏幕前还不了解飞霄技能机制的小伙伴详细解读一下它的技能机制，方便你最快最清晰的上手这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已经熟悉它技能机制的老手，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8分钟整开始观看。先来看普通攻击。飞霄的普攻是最平平无奇的普攻，没有任何特殊效果造成风属性伤害，就是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战技，战技可以对敌方指定目标造成攻击力200%的风属性伤害，然后战技还有2个额外效果。第一个效果，在释放战技之后，飞霄会立刻打出一段追加攻击，我们来看一下。好的 ，OK。这就是那一段追加攻击。第二个效果，释放战技时，飞霄会提高48%的攻击力，持续3个回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飞霄的攻击力是加了1384，然后我们释放战技。再去看它的攻击力，就发现变成了加1901了。这个加攻击使用一次战技就会持续3个回合，还是非常持久的。除了使用战技，飞霄可以给自己拐3个回合的攻击力以外，它还有一种自拐方式，那就是飞霄只要触发了追加攻击，它就可以使自身造成的伤害提升2个回合，提升值是60%。只要触发了这个追加攻击 ，OK， 那么它现在造成的伤害就提升60%，持续2个回合。那么飞霄要怎么触发追加攻击呢？除了释放 E 技能必定会赠送1次追加攻击以外，其他队友对敌人造成伤害的时候，飞霄也会触发追加攻击。那3月期造成伤害，飞霄立刻触发追加攻击。这个追加攻击呢，飞霄的单独回合内只会触发1次。比方说我的杀精在攻击敌人，飞霄就不会触发追加攻击了。等飞霄在行动之后，这个触发追加攻击它就会重置。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OK， 飞霄行动，然后它就重置了。然后我们3月期打对面一下。哎，飞霄又触发追加攻击了，很简单吧？在实战中，飞霄的追加攻击的爆伤会提高36%，并且飞霄的终结技造成伤害的时候，也会被视为发动的追加攻击。也就是说，飞霄的终结技既视为终结技伤害，又视为追加攻击伤害。接下来我们来看飞霄的大招。飞霄的大招可以无视敌方的弱点，削减敌方的韧性，并且削刃速率提升100%。那敌方的恐龙并没有风系弱点，我们却可以削掉它的韧性。飞霄在释放大招的时候有2种攻击方式，这2种攻击方式的伤害系数都是90%。在敌方的韧性条还存在的时候，我们按 E 使用第一种攻击方式；在敌方韧性条被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 Q 使用第2种攻击方式。如果你的 E 和 Q 按反了，就比方说敌方韧性条还在的时候，你却用 Q 方式去攻击它，那么伤害系数就会从90%降到60%啊。但是实战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实战中我们只需要按空格就完事了。按空格之后，它会自动选择合适的攻击方式。那韧性条削完，它就自动调整到 Q 了。好的，然后最后再接一段伤害系数160%的攻击，总共伤害系数是700%。
那么飞霄的终结技应该怎么开出来呢？和黄泉一样，飞霄的终结技能量槽不是普通的能量槽，而是特殊能量槽。我们可以看见飞霄头像的左下方有2个半圆，而头像正下方有一个数字，2个半圆同时亮起来，数字就会增加1格。而这2个半圆要怎么亮呢？我方队伍里的任意角色发动攻击，这个半圆就会亮起一个。那我用沙金发动攻击，看见没有？半圆就亮了。然后飞霄追加攻击一次，半圆又亮了。然后3月7一个大招。这个半圆就又亮了，飞霄再追加攻击一次，半圆又亮了1格。当飞霄头像下方的数字达到6点的时候，它就可以发动一次大招，数字最高上限可以达到12点，也就是说，飞霄可以同时储存2个大招，在一瞬间释放出2个大招，这爆发能力非常的强。所以飞霄就特别适合那种多动队伍，比方说，它和3月7就非常的搭。我飞霄发动攻击再追加，3月7再追加，然后3月7插队又追加，是不是？看见没有？一下子就叠了好几点上去。然后队伍里的生存角色沙金，发动追加攻击也可以给飞霄叠，然后知更鸟再给全队进行拉条。拉上去之后，全队又获得了一次给飞霄的大招叠能量的机会。总结下来就是，一个角色越多动，就越适合当飞霄的队友。最后还有一个额外能力，飞霄在每次进入战斗的时候，头像下方的数字不是0点，而是会给它补充到3点。并且，如果队友都不选择攻击敌人都不给飞霄叠这一个半圆的话，飞霄会保底给自己增加1个半圆。那到达自己的回合的时候，就会保底增加1个半圆。最后给大家展示下它的秘技，它的秘技是在场上刮起一道龙卷风，然后呢，它的移动速度会大幅度提高。进入战斗之后，会直接对敌方造成一个范围的风属性伤害，并且这个伤害一定会暴击。秘技打到的敌人越多，这个伤害就会越高，最高可以提升到1000%的伤害。然后大招能量的初始点数会从3点变成4点，这就是它的秘技。以上就是飞霄的所有技能机制解读了。个人感觉应该是保姆级的了吧，应该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对屏幕前的你有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哦，这对我很重要，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战环节。实战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下我飞霄的面板。目前我的飞霄是一个0+1的飞霄，然后仪器呢是带着永烈4件套和都兰2件套，具体属性面板呢是这样一个样子的。队友方面，我这边就用0+1的知更鸟，还有6星魂的3月7至于沙金我就不加了我加一个罗刹吧，降低一下队伍的练度。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深渊12层的上半层，上半层呢是比较简单的，下半层比较难，我等一下再给大家展示下半层。下半层要打0T 的话就不能带奶妈了要带2个同血角色。好，知更鸟先，哇哦，增一个伤。3月7拜师，拜师之后我们立刻开大，把这只小狼崽的韧性条给它破掉。接下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飞霄和3月7之间是多么的适配。飞霄先追加，触发3月7的追加，又触发飞霄的追加，然后我们3月7又插队插上来，再打出一个普攻，又给飞霄叠一层大招层数。有一说一飞霄和3月72个角色在队伍里呢，它是可以左脚踩右脚上天的，非常舒服玩起来。来，知更鸟大招开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伤害是多少一个大招下去，一个大招32万伤害看看先把这一只小狼崽带走吧。3月7又一个强化普攻，把大狼崽也带走。
接下来我们飞霄的大招就可以留到下一回合了。下一回合我们看看能不能一次性把卡夫卡解决掉啊！来，好的，跌到10层了，开大。哎呦，这韧性条好厚啊，韧性条还是破不掉。不过呢，一波下来32万伤害也够卡妈吃一壶的了。哦，可以，3月7一个大招，可以直接把卡妈的韧性条给破掉，舒服。哎呦，但是飞霄能不能插队插上来把卡夫卡带走啊 ？Nice， 插上来了。不好意思啊，妈妈，你已经没有行动机会了。哎，毁天灭地，喜欢我40万伤害吗？然后这个狼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难度了。我都想开自动了，兄弟们，而且我知更鸟还能开一次大。其实我等队友全部行动完，哎，知更鸟再开大才是正常操作。但是我现在呢，摆烂了，开自动了，无所谓了。Nice，直接自动给他带走。罗刹 K 头啊，好的。第一层灵替达成，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深渊12关下半层的一个打法。下半层呢是杀金，非常的硬。下半程想要打灵替呢，我们就得把奶妈的位置再换上一个同鞋的花火了。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哇！3月7继续拜师，花火的话在场上给飞霄增加伤害就完事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要灵替过深渊12层的下半层，我们第一关就一定不能用大招，我们得把所有的大招点数都保留到第2关啊，就一口气的一股脑的把所有大招打在沙金身上。哎，知更鸟这边开大，然后花火也开大，拐一下伤害吧。这两个大拐开完大之后，飞霄的 E 技能的伤害都已经不容小觑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E 技能8万2，再追加6万3，再追加6万6，看见没有？能不能带走啊？能不能不浪费大招带走啊？加油啊，飞霄！好的 ，nice， 带走了。现在我们一股脑把所有的输出全部都砸在 BOSS 沙金的头上。不过花火的大招我先不开啊，花火的大招我得先保留一下。如果不保留的话，沙金第2条命就带不走了。为了研究这个灵替打法，我是研究了3、4个小时的，还是有点困难的。毕竟飞霄只是一个对单的巡猎角色。好，哎呀，感觉这大招伤害溢出了，有点可惜，溢出了好多伤害呀！你看这45万伤害，确实溢出了好多。现在花火开大，开完大之后，我们就等 ，nice， 他打了我知更鸟一下，我知更鸟等一下就没有回能问题了啊！知更鸟在。哇哦！一下给全队增一个伤，哎，等一下又可以给全队拉条啦。好的，飞霄先攒一下大招的能量条，知更鸟再把它拉上来。3月7这边又可以打出强化普攻了。应该一个大招能带走了，这都还带不走的话，那太难受了。好的，最后40万伤害，直接把沙金给带走。深渊12层下半段灵替，给零命的飞霄做一个强度总结吧。虽然他是一个巡猎角色啊，他只能一个一个杀，但是他杀的确实挺快的，而且他的大招触发的也是很频繁的。只要你的队伍里有3月7，有知更鸟，再加一个多动的沙金，飞霄的大招可以说是经常可以开出来的。
这就导致了，即便它是一个对单角色，但是它的输出频率非常的快，输出数值也非常的高，所以它在深渊里才能一个单体输出打出群体的效果，才能打出零 T 啊。目前飞霄应该就是全游最暴力的单体输出，这没啥好说的。接下来进入仪器还有光锥的推荐环节。先说光锥，实话实说，不管是真理医生的光锥还是托帕的光锥，这两者只要有其一的话，飞霄的光锥其实就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氪啦。给大家放上3段录屏对比，飞霄的装光是有一定的数值提升，但是并没有达到质的提升，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可以不抽。那么如果4星光锥选择什么呢？4星光锥里最合适的就是论剑。不考虑装光的暴击率的话，论剑的伤害可以达到装光的80%。如果考虑上暴击率，期望应该会跌到70%到75%左右。总而言之，只要你有真理医生或者托帕的装光的话，飞霄的装光其实只是提升了一些数值，个人认为是可以不抽的。但是如果你真理医生和托帕的装光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可以抽一个飞霄的装光，或者下位替代就用论剑。至于如泥酣眠还有星海巡航呢，它都是加暴击率的，实在缺暴击率的话可以选择带一下。仪器方面，仪器外圈肯定是选择永烈4件套，内圈的话奔狼套是最好的，没有奔狼套的话用萨尔索图2件套进行下位替代。词条方面的话，鞋子选择速度鞋，衣服选择双爆，球的话选择风伤加成，绳子的话选择攻击力。但是鞋子方面呢是有例外的，就比方说我这里虽然穿了攻击鞋子，但是我却把速度歪到了138啊。个人觉得飞霄在实战的时候，速度在140左右就够用了啊。就如果屏幕前的你可以靠副词条把速度堆到140左右呢，个人感觉鞋子就可以穿攻击鞋了。当然以上只是一个个人意见啊，后续还是要正式服上线后用更多的实测才能得出结论。接下来给大家推荐飞霄的配对。个人建议，如果屏幕前的你抽了飞霄之后要给它拉练度的话，不要忙着先去考虑武器还有命座，而是要先考虑一个队友知更鸟。有知更鸟的飞霄和没有知更鸟的飞霄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我们都知道飞霄的主要输出来源是追击伤害，而知更鸟正好拐的就是追击伤害，并且飞霄如果要开出大招来，需要我们的队友多动，而知更鸟在场上可以让所有的队友行动次数乘2，换句话说，知更鸟可以让飞霄的开大速率乘2。给大家放上一段没有知更鸟辅助的飞霄的录屏。我就是把刚刚0+1的知更鸟给它换成了0+1的软梅，伤害呢是比知更鸟下去的一点，但是伤害下去并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飞霄在场上开大的频率大大降低了。如果我有知更鸟在场上，我知更鸟给全队拉条，全队在多行动啊，特别是飞霄辅助3月7的那一个多动，飞霄开出大招是非常频繁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上知更鸟的话，飞霄的大招频率呢就和普通巡猎差不多了，最后只打了一个2T 左右的成绩，0T 变成2T，这就是有知更鸟和没有知更鸟的区别。个人认为飞霄和知更鸟的适配值是非常高的，所以你要给飞霄拉练度的话，在没有知更鸟的情况下，你优先抽一个知更鸟，可比抽什么装光、抽什么命座要香多了啊！当然，如果你有知更鸟，那就当我没说。第3个队友，最佳选择肯定是买榜姐了。如果没有买榜姐的话，个人强推巡猎3月7。刚刚我给大家打的平民0T录屏中使用的就是巡猎3月7，大家也看到了，左脚踩右脚上天，非常的丝滑。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巡猎3月，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3月7吧啊！但是如果你不想用3月7的话，
可以用墨泽啊，毕竟墨泽就在它的卡池里。至于墨泽的具体用法，我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做的啊，这个大家多多担待，多多等待一下。当然，最佳选择肯定还是托帕啊。最后生存位的最佳选择是沙金。毕竟沙金也能经常插队进行追加攻击，也可以给飞霄叠加大招层数。如果没有沙金的话，可以选择霍霍给知更鸟回能。霍霍都没有的话，有什么奶妈用什么奶妈就可以了。刚刚大家也看见了，我用罗刹玩的也是很丝滑的。目前看来，这一个队伍就是飞霄的最强队伍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飞霄的星魂提升。测试星魂提升的时候，我专门给飞霄堆了一个满爆啊，避免爆击率产生的误差。先来看一星魂，使用终结技的2种攻击方式后，都会使飞霄造成的终结技伤害额外提高，提高数值等同于原伤害的 10%， 最多叠加5层，持续至终结技行动结束。说的那么多，反正就是提高终结技的伤害。左边是灵魂打出的伤害，右边是一魂打出的伤害。该说不说，这提升还是很猛的，整整提升了 31% 的伤害。接下来神中神的2魂来了，天赋效果中，我方目标每施加1次追加攻击，就可以使飞霄获得1点飞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只要是触发的追加攻击，那么飞霄一次性可以叠2个半圆，可以让飞霄的大招开出来的速率大大增加。该效果每回合可以触发6次。给大家打一场2命飞霄的实战看看，大家仔细观察飞霄头像下方的那一个半圆以及它的大招层数啊。来，知更鸟先。哇哦，开个大，然后3月7拜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飞霄触发追加攻击，直接从5层叠到6层，看见没有？然后大家不要眨眼睛啊，我这边沙金先随便普攻一下。飞霄战绩7层，追加攻击8层，3月7追加攻击9层，沙金追加攻击直接10层，飞霄又追加攻击直接11层。我刚刚开局啊，我大招就已经快叠满2次了。好的，然后知更鸟这边普攻一下，把左边这个小狼仔带走，然后开大。不过第1层的话，我用1个大招应该就能零 P 解决了啊。第1层没有必要浪费2个大招。同时在1命的加持下，飞霄的大招伤害也大大提升了53万5。接下来大家别眨眼睛。飞霄追加8层，3月7追加9层，飞霄追加10层，沙金追加11层，又快叠满2个大招了啊！等一下到第2层的时候，我就把2个大招全部打在卡夫卡身上，我就问妈妈你喜欢不喜欢就完事儿了。哎呦，这3月7的大招浪费了。因为飞霄现在已经是完全满层了，所以3月7这个少给飞霄叠了1个半圆，但没有关系，1个大招下去，44万伤害，别急，我还有第2个大招，来48万伤害啊！卡夫卡的所有韧性条已经被我破完了，接下来我们看看飞霄又有多快能开出第3个大招。好的，3月7心动一下，飞霄第3个大招又有了，这就是2命飞霄的一个爽感啊！总而言之，2命是他的完全体命座，3命终结技等级增加，普攻等级增加，这没有什么好说的。4命天赋追加攻击的削刃值提高100%，同时发动时自身速度提高8%，持续2回合。这是点了4命前我的飞霄在实战中的一个速度加了38点，吃到了3月7的一个速度加成啊，就差不多150点左右的速度。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削刃值。啊，一波打下来呢，对面的大狼还剩下这么多的韧性条，而这是点了4命后我的飞霄的速度加的47点，
整整提升了9点的速度啊，这提升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4命提供的削刃值提升，有提升，但是并不多啊。而飞霄和流萤不一样，飞霄的队伍其实并不是非常需要去削敌人的刃啊。所以4命的提升大头就在于这个自身速度提升8%。毕竟飞霄队伍的速度越快，那么它触发的追加攻击和攻击次数就会越多，它开出的大招就会越频繁。5命是战绩等级和天赋等级加2，没啥好说的啊。我们来看一下6命。6命飞霄造成的终结技伤害的全属性抗性穿透提高20%，并且天赋的追加攻击伤害等同于视为终结技的伤害，并且伤害倍率提高140%。左边是5命的飞霄，右边是6命的飞霄。其实主要提升的伤害呢是追加攻击的伤害啊，就大招本身打出的伤害呢，并不是提升的非常多。但是由于飞霄在实战中其实是经常可以打出追加伤害的，所以6魂的提升也是不容小觑的。以上就是星魂对于飞霄的一个详细提升了。个人建议，如果你抽到了飞霄，并且想给它继续拉练度的话，我强推先点1、2星魂啊，特别是2星魂。点了1、2星魂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光追这个样子啊。至于其他星魂的话呢，我个人觉得2+1的飞霄就是完全体了，剩下的你要么点到6啊，要么其他的星魂就没有必要。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非常感谢你的收看，希望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最后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